说是有压，施压。那这个部分是可能柯医师在讲的时候有什么语气上的问题，或者是有讲到言辞比较激烈吗？你们应该常在访问他，应该都知道科氏语法的压力吧？即使没有什么恶意，但是听起来也都有压力嘛，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啦。我们不便透露太多，但不过那个相关的资料我稍微看了一下，听到那个说话的方式就是蛮典型的，你们在新闻上所谓的科氏语法的一些压力，应该并不是说我要你怎么样，而是这样讲话的感觉吧。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社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洪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同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清煌。吴哥好，大家好。好，那对于赖清德总统出访受阻的这件事情，然后包括像军购啦，所有这一些事情，国民党现在态度那会是怎么样？那大家也在看，因为包括立法院，现在这几天密集的在审理有关于军购方面的一些事情，也传出美国有很多的一些你不管叫施压、叫关切、叫什么都好，那到底未来民众看到的会是各方什么样一个态度呢？那现在看起来对国内来讲的话，2026很快就要到了 ，OK， 你不要说现在才4月，洗干10节就贵。那接下来呢，包括对国民党来讲的话，蓝白合之下，包括嘉义现在是白营，那宜兰呢？宜兰现在蓝白之间要做民调，在这个月底4月底，新北要做民调，彰化呢？彰化这一局会不会是蔡壁如杀出来，然后代表蓝白呢？所有这些对今年年底的选战，不是单纯只有选将之间的问题，对各党的包括党主席胜获，哪一个地方如果有什么样一些闪失，对2028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那但是最近来讲的话，攫取最多声量的，毫无疑问的应该就是民众党。那从李珍秀，然后一直到在台中塞牙期，然后辣椒水的事，然后一直到现在，对柯文哲柯前主席来讲的话，连吃个菜都会是一个重点。那更何况，如果是到医院去呢？让你看一下，那今天传出来说，当然就是包括有党工的党里面的家人，然后在医院的话，身为前党主席又是医疗专家，当然应该去看一下，只是那个方式是不是也引起大家很多的讨论？来，让你看一下。觉得说这部分好像在施压，你自己怎么看？没有啦，就是这样，因为这是我们中央党部一个员工的妈妈开刀嘛，手术的第2天好像打止痛药，后来有出现那个低血氧症还有那个心律不整当然我自己也是医疗专家嘛，那员工一定会希望说找一个他认为很厉害的医生去帮忙看一下。那10点到，当然只能问说，白天发生什么事嘛？大概就是这样。因为我去的他们好像有值班的护理长，我说护理长没有用啊，我说还是那个负责的 nurse， 就是那个我们叫主护护士，我说案情会比较对那个病情会比较清楚嘛，所以直接问他，就这样，事情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来上下，我就讲说，好，你说要攫取声量啊，或所有这些，但是第一个医院大家都知道，大家会关心会什么，但是那个方式会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柯文哲那就员工希望我去看一下，他觉得他认为很厉害的医生啊，这样有什么不对？包括这件事，包括辣椒水那件事情，柯文哲不是有打电话给台中警察局长吴敬田？这个太严重了吧？所有这些方式真的引起这么多的一些争议吗？基本上呢，台湾一直很尊重医生然后很多人呢，在非常有紧急的时候、有意外的时候，就算他已经是政治人物的医生，突然放下手边的一切事情，当场给你急救当场看护你，大家都觉得是一个佳话。但是如果是晚上的时候，不是急救人，是来急着定人的时候，那恐怕引起的效果就是完全不一样了。而这件事情呢，就是护理之日常，这里面有一个这个写了这一段，他在 Twitter 里面写出来的，他是说，当然家属永远会希望医生可以做得更好，当然，然后有什么病痛，家属当然有急嘛，这都是人之常情，也非常合理。所以希望你赶快的帮我看一下，然后出了什么状况，可能医生或护士的处理他不满意，然后呢，刚好我们的那个里面呢有一个科大医生，曾经是台大急诊部的陈化，然后跟他讲了一下，那你说你基于医疗专业，基于你对你同事同僚的一个关心，你表达一点意见都还合理，可是后面出了一个状况是，第一个，你去看一下的画面。
就算你是医生，你能够直接把一个旁边叫过来，你盯着打开电脑看里面的一个系统的内容吗？这个是一个医疗专业里面，而且这有没有各自的问题？病历资料，对不对？对，病历资料这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了。那第二个呢，再过来是晚上10点。我们都知道那个什么医院里面，如果你看起来就是那个病人是在住院的嘛，晚上10点非亲属没有那个探病证，你都不能进出医院的嘞。然后你只能到急诊室旁边等着。你晚上10点一个完全不是跟直接有关，没有那个看病证的那个，你晚上10点就进去。然后后面呢，刚还在讲的时候，显然他还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状况，而因为呢，应该要把那个负责的看护叫过来。我们的护士、护理人员，我们最痛的就是几年前那个累倒的画面。那他下班了，难道就为了配合你科大医生、科大市长、科大院长，还是叫院长吗？你过来，我就要过来跟你解释吗？所以这整件事情，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柯文哲根本忘了他是谁，以为自己是权力很大，以为自己就是我讲什么，大家就要配合，包含是我觉得我的身份地位不一样，所以那个局长啊，你们处分的好像我有点意见，表达一下。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柯文哲都讲，当然了，医生呢都也是不会。医院也不喜欢惹事嘛，所以他星光医院还讲话，还发个声明稿，是说受委托的这个状况，我考量病人家属面对病况之焦虑，所以在夜间医疗资源许可下，由值班医生也就不是那个负责的医生，对不对？然后他护理人员给他做一个说明，但是你去开了这个，坦白讲，医院这样子，我相信他们的为难，因为根本不可以这样子，任何一个病例，任何一个状况，然后你又是晚上10点，所以柯文哲现在出了一个状况，就是他现在呢，好像就是还以为现在在这里面是他的主场，他还以为他是台大急诊室曾经的神话，然后呢，出了事情，坦白讲，你另外一个是我刚看是新闻稿里面刚截掉了。如果你真的是那么 take care， 你白天人家跟你讲的时候，你赶快去看啊。对，我刚本来想讲为什么要晚上10点，就是因为他没有听起来没有那么紧急。对，如果第二天白天的时候，以探病的角度，我去探病看一下那个就是那个党工的那个家人，然后同时问一下护士说，他的状况。这个就是人情之常的过程，以他来讲，这样就 OK 了。这样就 OK 啊，或是如果是因为那个因为我是看其他的新闻，当然没有柯文哲刚讲，没有讲到是说他白天还有一些事情，所以他晚上再去，那就更扯了啊。那你就是急的话，你就是比如说看到那边，我就立刻下高铁帮你治疗了嘛。或者是我听到之后，然后另外一个是，就算你谢大律师有些朋友跟你讲说，我那个案件有这个问题，你也会晚上10点去地检署吗？你敢吗？是啊，对啊，行吗？所以柯文哲整个状况是把所有我们知道的日常的伦理，包含医疗专业的伦理都打破了，行政的伦理都打破了。然后打破之后呢，可是呢，现在呢，他好像完全没有察觉。然后其实我是因为常常有一些跟特殊儿啊或什么的互动。那个是有些小孩子你没有跟他教，所以我不觉得那一定是什么。有人说是什么没有教啊，他们觉得说，这整个那个麝香葡萄，他觉得很喜欢，就一直吃。但是你跟他讲一下，其实有些小孩是可以教的，所以那个是不是那是个性和教养问题？但是另外一个柯文哲现在状况是，现在呢国民党内部一团乱，对不对？然后民进党执政当然有很多困境，所以好像只有民众党是抓着空间可以拼选举。然后我呢，上了年纪了，喜欢听老歌。每次看到柯文哲的时候，就想到了那个《流浪到淡水》。现在柯文哲就是流浪到夜市嘛。就流浪到夜市，但是没有人很高兴，像以前一样跟他讲侯达啦，而是开始有人嫌他，开始有些人觉得开始呛他。但是柯文哲，你就在那边一直弄的时候，其实我是搞不懂的是，柯文哲，你真的以为这样子就叫有声量，这样子就叫有影响力，还是你是开始流浪在夜市，然后每一天呢就开始呢忘记你现在是一个在等待2审判决的人，而不是一个科大医生、科大市长、科大主席。来，新华，你以前曾经当过廉政委员嘛？
大概也会有一些认识一些市府的，或以前在市府共事的人，然后也会聊一些像这样。这整件事情，因为这个礼拜从礼拜一到现在，整个礼拜最大的几件事，第一个辣椒水之乱，在礼拜一上午的时候，从台中的警方告诉你说是分局长。接下来这个礼拜最大的事情就是包括你说赖总统出访受阻啊这些。好，这个我们后面等一下聊。可是从柯文哲、柯前主义这整个一路过来看到这些。柯文哲后来也讲说，不是你们干嘛把这件事情搞得这么严重，然后还要去拔关，然后甚或感觉上他也讲说，这就包括民进党政府为什么要把社会对立、仇恨撕裂成这个样子？但说呢，看起来对柯文哲来讲，他是很看不惯这些作风的人吗？我觉得他现在的这个方式，我觉得他现在状况比较像是声量焦虑的状况。对柯文哲来讲，他是很看不惯这些作风的人吗？我觉得他现在的这个方式，我觉得他现在状况比较像是声量焦虑的状况。那分两个部分讲，因为刚刚那个他到星光医院这件事情，我觉得要特别要说，因为他其实有2块，因为星光医院发出来声明，星光医院自己应该知道状况不对，因为你让柯文哲他不是星光医院的员工他也不是星光医院的医生你让他像刚刚那个图片里面看到的，他是去看那个电子病历系统，在看电脑里面那请问一下，这样对星光医院来讲，你有没有泄露个人隐私的问题啊？这是医疗法第72条。所以星光医院这件事情是知识体大这不是小事所以从星光医院发的那个资料里面，它至少2件事情是也有严重的问题啦。第一个是这个病人的隐私有没有被泄露出去？第二个，这个柯文哲如果真的要关心这个员工他之前员工的这个家属状况，他应该接触的叫主治医师团队，他不是接触值班医师团队，这2个是不同的概念。因为你晚上去只有值班医师嘛，柯文哲怎么可能不知道你接触到的是值班医师，不是主治医师？这整件事情，病人的病情整个最完整状况是在主治医师的团队，不是在值班医师嘛。所以柯文哲如果真的要了解的话，他去找这个主治医师，他不是去找值班医师，而且找值班医师还直接大拉拉去看那个电子病历系统，这2件事情坦白说都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你看星光医院发的声明稿里面2段，第一个他怎么去谈这个隐私的问题？他说是为了要提升医病沟通然后给受委托的医界同仁了解受委托的医界同仁，他用这个方式委婉的去叙述了柯文哲身份，叫做受委托医界同仁。那我请问一下，星光医院是不是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面有理亏的问题嘛，甚至有违法的问题嘛？所以星光医院把它转了一圈，说他是考量到医病沟通，然后受委托的医界同仁，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星光医院其实自己都有谈到，他有最后给了一段建议星光医院建议啦，医病双方于日间就白天的时候，医疗服务时段由主治医师团队来解说。请问星光医院讲得清不清楚？很清楚嘛？那柯文哲知不知道？我不相信柯文哲在台大医院做这么久医生，柯文哲不知道。所以呢，这整件事情呢，从你后面我们比较你应该问一个问题：如果在台大医院的时候，晚上有一个前市长10点来，他会说什么处理？他会变大新闻，他会不理他。对，然后我这样讲，就是我们用比较阴谋论的这解释，就是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为了要操作声量，故意而为之啦。你觉得他会是故意要在这时候？不是，要不然我们无法理解，就是说一个柯文哲在医界服务这么久，你怎么会不知道说这件事是要找主治医师处理，不是要找值班医师处理？他让新闻报就报，他摸摸去就了嘛。这是柯文哲的选择嘛？这为什么变成新闻嘛？是嘛？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说，我们用比较这个阴谋论的角度去解释，他就是为了声量故意做这件事情嘛。否则你无法解释你看，连星光医院都可以明白告诉你说，这个事情要找主治医师，不是找值班医师啦。然后呢，把这个新闻，把这件事情抛出来的这个，我们说脆上面这一位网友，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他觉得这个值班医师跟这个护理团队很无辜因为他们就不是了解状况的人所以呢，整件事情看起来呢，这个双方应该都不知道要找主治医师所以你刻意不找主治医师，看起来这件事就故意的成分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一个。那所以这件事情要先讲，然后再来就说这个辣椒水的事件，为什么说这看起来也是声量？一开始从一开始，我那时候上个礼拜6的时候，那个我们在看那个行为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逢甲夜市监视器这么多，怎么可能没有办法很快的还原当时的状况？而且为了一个分局长往地上喷辣椒水的行为，搞到要拔关拔主管职务，哪一个民众看了不会觉得处分过重？所以这整件事情从一开始把它操作成为政治上的对立、政治上攻击，然后推给赖清德总统，然后到后面再说我觉得这个处分太重了，这整大段不像是为了这个声量所操作出来的戏码吗？很像嘛。
所以呢，有人在讲说，这柯文哲呢，整个过程里面看起来有声量焦虑，至少我是这样判断。那第三个我要讲说，这个柯文哲在这里面表现出来，另外一个是这个世界就是以他为中心啦，就唯我独尊啦，我是皇帝。那我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你看哦，那个他到星光医院去的那个动作，直接哈，你不知道中间经过怎么样的交涉的过程，但是他拉着那个值班医师，可以坐在电脑前面看那个电子病历系统。我就问一件事情：全台湾所有的民众，绝大多数的民众，哪一个人你到医院去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要值班医师打开电脑给你看，然后去看病历系统。你觉得全台湾比如绝大多数民众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这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他做的就是我全台湾其他人做不到，但是我做得到，所以这算不算是皇帝的心态？那柯文哲做这样的事情第一次吗？也不是。所以呢，这有人在问啊，问这个问题说，这个原来柯文哲耍官威都是事实啊，但他现在什么职位都没有，还能够这样耍官威，因为这已经是习惯了，这已经是心态了嘛。那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哦，从柯文哲在当市长开始呢，我们给大家看，这是2016年的新闻啊。当时呢，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市府的讯息呢，这个从被媒体报道出来了，然后柯文哲怀疑说有幕僚泄密。那当时柯文哲的做法是什么呢？找了一个退休的检察官啦，到市府里面去做测谎啦。所以当时被大家骂到，然后后来有一个幕僚呢，这个被这个调查过程里面后来就离职了。然后这件事情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很离谱嘛，就是这个他的市府团队整天在放消息这件事情，请问从柯文哲上任到现在为止，从市府团队到民众党团队到他自己的团队，请问这件事情有少过吗？没有啊。那可是呢，这是他的幕僚里面大概是唯一一个因为这个放话，然后要接受测谎，然后被迫离职的新闻。那所以你觉得这个新闻你看了会觉得很夸张吗？这是2016年哦。然后呢，前2年的新闻，柯文哲当时呢彪骂警察局长说：“我每天到你的这个办公室去做。”那这件事情像小平就很清楚，当时为了那个监视器的屏关的事情。然后呢，柯文哲就直接痛骂当时警察局的这个局长那个杨元明说：“你信不信我每天去做你办公室？”然后拍桌。你有没有发现柯文哲从上任到现在，几乎每年都在拍桌啊，每年都有拍桌，然后发新闻的。那请问这是不是一种把自己当做皇帝的心态？所以这就是我讲的。你看柯文哲呢，这个过去从政的这段时间里面，从2014他当选之后，2015、2016、2017、2018，乃至于到去年他到这个法院去都有拍桌子的新闻。你有没有发现拍桌是他的常态，然后咆哮部署是他的常态？然后呢，我这样说，当时的都发局哦，这个跟金华城案有没有关系我还不知道，但是有一个都发局的前同仁啦，他就告诉我说，他就是因为当时柯文哲每次来开会都骂人，那他是那个都发局的高阶文官哦，骂到他觉得，他当时2014年的时候，他选举是挺柯文哲的哦，然后他对柯文哲到2018他还是挺柯文哲的哦，但是他到2019的时候呢，他对柯文哲每次开会都骂人，骂到他觉得他也受不了，所以他在2019的时候呢，他就申请提早退休，然后就走人哦。然后到现在因为到去年的时候，我跟他见面的时候呢，他还是在骂柯文哲，然后认为这个金华城的案子一定大有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心态上，把自己当作皇帝，这就是柯文哲的状况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人问说，他现在都不是市长了，然后他也没有公权力了，他怎么还是这样做事情？对不起，他做这个事情呢，已经考虑的不是他是不是市长，一个是心态上把自己当皇帝，第二个是声量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打从2014年选举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件事很重要。一个政治人物如果没有声量的话，对他来讲跟被废掉是一样的。这是柯文哲前团队的成员当时呢跟我们在解读说他的心态跟状况，所以你可以发现声量这件事对他来说重不重要？很重要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辣椒水这样的操作，这个可以直接连接到赖清德总统，可以连接到政治上的对立，可以痛骂一顿的话，那声量上的操作显然就是有价值的嘛。那然后在这一次我们讲星光医院事件也是一样啊，否则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啦。星光医院发了这个声明稿发了这么委屈啦，那其实对星光医院来讲，这个对星光医院的我们讲说名誉真的是一件好事情吗？一个医院有这么明显的被一个这个民众党的前党主席跟台北市的前市长到医院里面去，然后拉着你的值班医生去看病人的病历资料，那个画面那个图片传出去，对星光医院怎么可能是正面的事情？那个画面那个图片传出去，对星光医院怎么可能是正面的事情？这一定是负面的事情嘛。那星光医院发了一个这么委屈的新闻稿出来，最后还是建议说这个要在白天的时间跟主治医师团队联络。请问这个新闻稿发出来，星光医院难道没有觉得自己有委屈吗？那这个委屈又为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只能解读说，这看起来这个为了他个人的这个声量焦虑，这个成分是比较高的。小平是好，罗部长，因为
包括市议员啦，你说议员或委员，一定有很多民众平常也会请周队帮我关心一下，到底状况怎么样啦，或者什么。那看到柯文哲晚上10点去那，然后身为议员会不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不能到那个地方去这样看？为什么他可以去？柯文哲为什么连这一段？他应该可以考量得到这，当然你也许会讲说他会不会太急了，因为民众啦，那自己的党工，然后家人他会心急。但创夏刚刚讲没有，那是下午知道的，显然也没有马上要去，这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大家把他们检视到连吃菜，那个跟其他人一起吃个菜拿过来或什么，都要拿出来放大镜。柯文哲会觉得说，你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关心我？钟小平你去告过我就算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关心我这一块？不管是他去医院探视病人、看病历，不管是他吃饭那个吃相，我综合评估了就为什么今天他这么嚣张子之过母之惰，我这话讲得很重，子之过母之惰，妈妈宠坏了嘛，这一个家族就是霹雳火家族，你知道吗？那都非常人，就是会就是哭闹走极端的事。完全没有那种什么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你知道那种宗教的祥和之气，完全是对立面。来，他们家我们研究他家族柯文霹雳火家族，我只爱一个人，就他过世的爸爸，就很敦厚的一个老人家。他当然因为228受难家属，他支持台独，那柯文哲也继承他支持台独是墨绿 ，OK， 尊重别人的意识形态。我中华民国派，你是台独派 ，OK， 没有问题。请问你，他今天深陷这个林武然后被判那么重的罪，是不是因为没有听他爸的劝？他爸有没有叫他不要选市长？有吧？那你就要去选，因为他爸知道我这个儿子去搞那个会出大事嘛，很清楚。知子莫若父母嘛，是不是？然后他第3年，请问你，他49年次，然后48年次，然后那个朱立伦是50年次。那为什么是台大同届同学？因为他考上台大医学院考了第3年才考上。就我我视为人中龙凤。读高中的时候，新竹高中，他的成绩第2名、第3名，他的妈妈还去骂对方的父母，怎么你小孩怎么这么厉害？我儿子才是第1名，那独一无二，宠坏了，宠儿无孝子啊，所以他就没有法治。所以你一定要从他家庭教育来看他之后的金华城的，我揭发金华城的事件，你要这样看一个人的60几年的人生。好。然后全家柯文哲、陈佩琪、柯美兰、柯妈妈，哇，无法无天。那柯文哲为什么被养成政坛任我行？家里宠坏了嘛，我就定调这第1句话。第二句话，吃相之乱。我也跟他吃过2、3次饭，都那个企业主建商有在某一个建商的孤影其名的招待所嘛，地下室。他吃饭，餐桌礼仪可好了，好不好？为什么？都有求于人啊，这些都金主啊，哪里什么金主这样偷过来，他妈偷弄过来，这样弄过来钱就出去了，这样弄过来，不就是他是看人，你知道，他看人嚣张。今天柯文哲对两种人是最客气的，一个是他的意识形态叫两岸一家亲，突然半年就转变；一个是他的那些企业主。你看对企业主的招呼，然后把企业主的女儿把她拉来当副总统候选人，本来都然后邓家基这边 hold 住，如果这个吴欣盈不要的话，1秒钟换邓家基变副手，你知道吗？那段的内幕嘛，就是他很清楚，而且医生对谁最客气？医生我不要说对某一个人，可医生对有钱人是很多，医生对有钱人是很客气的，这个就从医生的性格。从他生育的家庭，从他妈妈宠坏，从他吃相，可是他因为现在嚣张就是我所有的普通人，我就盘子我的，我是任我行啊！对不起他如果碰到那些金主，就变成岳不群了，可谦虚了，你知道不一样啊！因为我亲眼所见，我跟他同桌吃饭嘛，那10几个人嘛，哪里有把什么大企业那个建商这个牛排拿来吃？这个什么青菜拿来吃，没那回事，很客气，话也很少，也不嚣张，然后吃饭很规矩，餐桌礼仪。你讲这个，因为我没有参与到，但是我在现场，我敢这样说嘛。但你刚刚讲说那个医生对有钱人很客气这句话，这样会不会得罪医生？有些医生特别客气，好不好？因为我认识的很多医生是大老板都对他很客气。对啊，因为他见到很多任何人，不管医生或谁，碰到
那医生那大老板对什么医生最客气？你知道吗？外科、家医科，保养他身体。因为大老板很多有慢性病，他吃饭的时候，我孤影其名，那个上市公司几千亿的大老板，有一次找我去吃饭，然后呢，这个家医科医生也去，也喝酒啊什么，然后这为什么？因为他照顾他让他活到100岁很健康啊。所以家医科的医生是很重视的，好不好？这些因为料理他几十年的这个医疗的状况好。那声量，刚刚大家都提到声量，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啊，只重视声量叫做偏执。他们以为只有声量坏的也会灭顶他们认为管理好的坏的，我只要能，我即使这个去搞个病历，去半夜看个医生，我吃饭吃成那样，有没有把别人菜都吃光了，就以为这很厉害。错。今天政治很复杂，民调也很复杂。声量，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讲几个票很多人，声量很不高了，好不好？我举政治人物嘛，这个做，请问你蒋万有特别高吗？没有哦，他民调选总统第1名哦，对不对？台北市长很高。请问你赖清德声量高也不高，比蔡英文差很多，但他有基本的民调。还有一个卢秀燕是最热门的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他的声量比起来是低的，在那种大咖比起来，那这些人也没有特别高啊。可是他们票很多，谁说网络声量就代表你选市长、选总统的选票？没那回事。所以还是一句话，说好心，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然后声量，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我认识的医生朋友都是视病如亲的。OK， 那大部分是这样。钟小平讲那段话，麻烦帮我打上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仅代表钟小平。OK， 对，得罪这么多医生的朋友，因为医生也很辛苦。但问题是，刚才讲到声量这些，来，军宪委员，请问一下，第一个，真的是为了声量做出像这样一些事吗？刚刚讲，其实立委也是大家讲说，其实立委也会要受托，有很多的一些事儿。但是看到柯文哲，他现在并没有任何身份哦。严格说起来，那为什么还会是这个样？那是心态上吗？包括你刚刚看到那画面，辣椒水之乱的时候，包括黄国昌，包括柯文哲都说民进党，然后柯文哲包括民进党，然后赖清德制造这个社会对立啊，怎么搞成这个样？连总统出访受阻，柯文哲都讲说，搞不好赖清德会很高兴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制造对立，因为要选举嘛，就制造对立这件事情，反而他会很开心，然后用这样一些方式，然后把台湾再陷入撕裂啦，然后包括分裂啦，这所有这些情是吗？因为柯文哲讲这种赖清德搞不好很高兴，就是柯文哲在撕裂这个社会，他已经他讲这句话就是把社会撕裂成一半。就是说赖清德利用这个事件来制造对立。他讲这句话就是把社会撕裂成一半。就是说赖清德利用这个事件来制造对立。其实真的有人会这么想吗？照理讲，这个事情大家要同仇敌忾嘛。我们的元首连国家都踏不出去，这是大家的事情。所以柯文哲当然，他现在受到媒体高度的关注。一个当然很有新闻性嘛。那大家为什么对一个贪污犯还这么有兴趣？那第一个要感谢钟小平嘛，因为钟小平就告他了，就害他就是他被收押了，被判重刑了。然后柯文哲本身也很有戏嘛。比如说你说吃饭那种动作。小平说，柯文哲跟你吃饭就不会这样哈。不是，我不知道那个企业建商很斯文，好不好？餐桌礼仪，你不一定可能看到钟小平吃不下嘛。对，他就预测我以后会告他的。这很多人就解读，就开始会解读。对啊，从动作很多人都会去分析这些，就是那种皇帝的心态嘛。政及天下，天下都我的，更何况我面前这盘菜。所以柯文哲3更半夜跑去医院。这个当然是一个心态反应嘛。如果有人委托我去，我们不敢去嘛。你报没啊？第一个也超过探病的时间呐。第二个，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已经不具有公职身份，那你凭什么去嘛？所以柯文哲一定不这么认为嘛，表示他可能认为，前市长也算很大。他刚刚讲的是很厉害的医生。对。所以呢，星光医院我知道他有一点委屈了，因为社会事情闹很大，他赶快发个新闻稿嘛。
那新闻稿少写一句啊，他说那以后本院所有病患可以比照办理，可以吗？不可能，不可能嘛。所以柯文哲就是你就是一个特权，那这个特权怎么来的？因为柯文哲跑去了嘛，那柯文哲去了以后，他事后受访他也说谎，一共一起一起吹胡书来蒙蒙的，柯文哲没有讲全部嘛，他没说，后来我就叫值班医师过来打开电脑解释给我听嘛，这段伊无讲啊，谁可以这样子做？你叫医生来，等于电脑拍开，我要看，那看的就是应该是这个病患的他的病历嘛。你就不那不敢讲，你受访应该讲出来嘛。我没有啊，那小事我没做什么，我叫医生过来啊，来电脑给我打开啊，给讲我听啊，我看这病患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你根本就爱说谎嘛，你就不爱敢讲嘛，对不对？那所以这太有新闻性，所以大家就紧盯着他嘛。你看他吃个饭啊，你不要说什么有教没教嘛，也有教他啦，一直去妈宝嘛。搞不好就是教他收个彩虹叶啊，看到菜就全部往你这里倒啊，但柯文哲他其实最要不得就是那个辣椒水事件，对不对？那现在事后啊，想要赶快啊，让这个事情大事化小，所以他就去关心那个分局长被调走的事情嘛。啊，给他这代志，为什么事情会闹大？就你柯文哲无限上纲啊，民众党跟他尹社工受到攻击啊，讲啊，而且这就是赖清德的阴谋啊。你但是你讲闹大呀，这分局长当然要下台啊。当然卢秀燕也没有担当啦。卢秀燕其实应该可以代表这个分局长来给柯文哲道歉。我们这个分局长他没有恶意啦，伊的讲什么橡胶，现在什么辣椒水，干那给我判刑，还喷两个嘛。你市长应该，如果你部署这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那你把他你马上给他拔掉嘛。如果他并不是有心或者说像这种错误，你直接把他拔掉吗？照理讲，你起定会当退风球动出来回系列嘛。我觉得卢秀燕跟柯文哲应该直接都得罪了整个警界啊。那为什么是卢秀燕要出来道歉？他不是那这个警察局长出来帮他讲话就好了？那你为什么把他拔掉？卢秀燕把他拔掉分局长的位置啊。他们说是警察局长，不局长拔的。局长拔。其实你拔一个分局长，你没起调东西。两个老板，一个警政署长，一个市长。对啊。虽然薪水都是卢秀燕发，可是力有未逮。这个我们大概。我认为这个一定是市长跟警政的关系。市长要求要拔掉的。他不管如何，柯文哲就是现在民众党也占据了整个，尤其是柯文哲啦，占据了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除了短暂那几天被李珍秀给打断以外，现在又回到柯文哲身上来了，所以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柯文哲的这个，他现在就是到处浮选嘛，那你既然是浮选，你就是高度政治，那当然大家会关注在你身上啦，对啊，这是免不了的，所以有这个地方也可以特别看出来，我是认为说，那可以了解到柯文哲为什么过去对他的部属就这么讲话这么不客气，这么残忍，这么不尊重人。不过现在看起来，刚才讲到，因为现在已经在选举，可是这些影响，包括刚刚讲到这些，如果创造出了声量或流量，难道只要有声量有流量就是好事吗？还是其实还是要看一下它是正声量还是负声量，类似像这些。但是上稿，它都会出现。我们那时候还记不记得有一句话很有名：大街上骂人，小巷里道歉。有很多事情，大家就讲说，好了，就算小巷里道歉，你好歹也小巷里道个歉嘛。但是很多事情发生以后，譬如说从辣椒水开始，当初指控的震天尬响的，后来发现，因为好了，大家打死也没人想到会有分局长，然后喷着这件事情。可是事情知道事了以后，有没有哪一方应该出来要说话，道个歉？很多事情的发生，是不是都应该是照我们一般社会概念，应该是这样处理，不是吗？当然，你这个事件很奇怪一件事，就是他第一时间，你以民众党的说法是社会事件，因为无攻击差别嘛，无差别攻击，无差别攻击，那一定是社会事件，当然很严重的社会事件。然后没想到隔了1夜以后就变政治事件，就变政治事件了，好像变成从无差别攻击变成针对民众党攻击，但是你看到那一个6分局长在地上喷的过程当中，
那绝对不是无差别攻击。无差别攻击怎么样？喷地上嘛，对蚂蚁无差别攻击。然后你说喷地上，4度喷地上，这么巧了，就只有你们民众党闻到，志工闻到，所以在夜市逛来逛去的人都没闻到吗？那如果都有闻到，你今天市政府出来道歉，单独对了柯文哲跟民众党道歉，那当天在里面也有闻到，也有流眼泪的市民呢。所以你变成一个原本一开始讲的社会事件，突然一转变政治事件。那政治事件的代表作就黄国昌啊。赖清德破坏团结，有 SOP 找人来乱了以后，绿媒配合怎么样？哇，讲的震声尬响，赖清德，然后闹场，然后这个有 SOP 等等一大堆讲完，讲到第6分局的时候，全部人都不讲话了，然后第6分局完了以后，处分完了以后，又开始你看又在搞分裂，又在搞。它到底是一个乌龙事件，还是一个政治事件？它到底是一个乌龙事件，还是一个政治事件？看来像是一个乌龙事件。是啊。但讨论这么久，变成一个政治事件，谁搞出来的？是我们搞出来的吗？不是吧？都你们民众党自己搞出来的然后17号晚上你们选择的是先开记者会，不是先报案哦。隔一天才去报案哦，所以我才会常说嘛，我以为我们现在警察局10点就关门了，所以晚上不能去报案。无差别攻击，你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既然没有立即报案，这就很奇怪。然后到最后一路搞，就变成一个政治事件。但你说搞成一个政治事件，对民众党是好事吗？但你可以看得出来，民众党还是要把你凹到社会对立，还是要把你转到赖清德的责任。他还是到现在他还在转。那问题是，他就是要把。你们一开始的社会事件，然后转换成政治事件，然后到最后厘清是乌龙事件，然后你们又凹不下来，面子摆不下来，又开始去转说就是赖清德什么社会对立等等，你还是要转嘛。你打的那一通电话，今天那一通电话是周瑜修一开始周瑜修讲出来的。好，那。你试想一下，警界里面怎么想这一件事？无差别攻击你们说的，变成政治事件你们说的，然后变成乌龙事件，查出来是乌龙事件，然后你们不道歉，打电话给局长，私底下要撤销，要关说惩处，警方惩处，一路下来，就讲一句最白一点的话，你们民众党有哪一个人公开道歉？到候选人都还在上电视，还在说，还在引述那个局长会不会是亲娘？还在引述局长是不是政治立场？那个局长是不是有仇恨？你们还在引述这些？因为你们硬是要把它搞成一个政治事件嘛。上公这样子，这些人会受贿吗？第一个。就像你说，譬如说那个去报案的那个要参选那个，他到后来还是有讲那个什么那个分局长，谁知道不是青鸟啊什么？对啊。然后后来就拿个饮料嘛，去撤告道歉嘛，对不对？但是最起码有很多人知道，原来在台中有一个这个人要参选，那个吃青菜拿那个盘子吃青菜过去，大家知道说有一个姓吴的要参选，对，然后有一个姓林的坐旁边，也就是说，好，我们长期以来在媒体上讲一句话。没有知名度，不可能有支持度，因为人家连你是谁都不知道，我怎么可能挺你？有知名度不代表你有支持度，对不对？可是你如果连知名度都没有，你就根本不要讲。最起码透过这样的一些方式，不管你们觉得多不合理，不管你们觉得这个太违反伦常，或是做得太没道理，但最起码
旁边所有的人，那都因此有了这样的一些知名度啊。先求有，再求好。就连刚讲星光医院解释了这件事情，柯文哲在解释的时候，板子后面都有一个宜兰要参选的名字。也就是说，嘿，最起码我达到了这个目的了吧？我可以举个例子说，这样是不是选举中必然的方向？杨志宇够不够有名？算喝那个核那个核废料水那个是吧？够不够有名？国民党的发言人2023年武汉肺炎那一场，跟黄世修什么你骚扰我什么的，够不够有名？然后在大罢免的时候，把那一个某一个发起罢免的发言人里面的资料全部都弄出来。杨志宇够不够有名？那个叫阿美被弄出来。好，那再请问一下，谁去帮他站台？市长有谢国良，有卢秀燕。你看立委去一片，徐小新啦、罗志强啦、什么罗廷伟啦，什么去一遍。经常上电视的桃园市议员林涛等等，这些人够不够有名？这些人会比什么那个台中的或是哪一个不有名吗？许元荣到底有几个人认识他？可是我们有战斗蓝许元荣，许元荣有几个人认识他？你要解释一下，有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知道许元荣，他是这一次在内区出现的2个其中一个。许元荣本身是费鸿泰的主任，对，好，然后因为立法院的主任不会像莫名其妙跑去这个委员会拿手机拍照了，然后跟委员吵架，站在立委旁边要教人家咨询，所以大家很少人知道他嘛。对。那费鸿泰跟徐小新的初选落败以后，然后2024年选完以后，韩国瑜就找了他去接办公室主任。为什么你就看到韩国瑜去帮了许元荣嘛？那大家都知道费鸿泰过去选举的时候，或是说每年报税的时候，他们会菜市场摆摊嘛，干什么？那个就是许元荣他们都在负责。OK， 然后服务案件当然跑地方跟立法院的服务案件，当然许荣元在那边跟立委跟里长什么都有接触嘛。然后如果各位还记得，那时候不是说那个费鸿泰跟徐小新要协商吗？然后去要登记参选的时候，两边的助理全部跑去登记吗？人头都放下去了，不是都跑去登记吗？然后徐小新的助理也去，然后费鸿泰的助理也去嘛。那许宏彦就是跑去登记的其中一个嘛。他是在地方上面有他人脉，有里长。就虽然他知名度没有像杨志宇，但这次是他出现，而且原始民调原始分数他还第1名呢。对，第2名是通数，对，但是后面加成以后他变第2名。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些人就算有这样的，因为这样的方式有了知名度，不代表他能够因此就有票，能够出现。你在想嘛，空军一定打得过陆军吗？对不对？你这下又得罪了空军不，这里面就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你的知名度高不一定能转换成选票。当然，好，这第一点，没错。第2点，不管正传媒做的民调，美丽岛做的民调，美丽岛做新北的时候，民调里面还在测新北那个民众党有几趴，不是测出来7%多吗？全国美丽岛做出来7%多，正传媒做出来8%多，那个数字趋势蛮吻合的嘛。那你真的可以就这样一下子把选票全部转换吗？我不认为，我真的不认为，而且最有趣的一件事，可能年轻人觉得对你把自己掉地毯里面的事情拿出来说，你看怎么样然后你觉得阿北没有听过一首新歌，是因为他在土城叫阿北不要只顾着吃然后等等的一些还做那个什么梗，你要先救谁？其实你要想，对，可能年轻人里面可以接受这样，但是你觉得年纪稍微大一点，会有一个纳闷，
哎，这个候选人在干什么？他讲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年纪稍微大一点，会有一个纳闷，哎，这个候选人在干什么？他讲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喝水很坚决，全部人在想，因为老人家谁喝水？老人家很保守，谁喝水？谁喝水不坚决？啊，请问一下，有人喝水？哎，这个水啊，有人喝水不坚决的吗？啊，这不就是刚才讲那个知名度很高的那个梗吗？对。那谁听得懂？那当然我们讨论过这个事情，还听得懂有一般老百姓谁会搞不清楚，想到这些有健身搞不清楚年轻，啊，你现在就是很无厘头，然后你要想你的选举只是为了哪些人吗？我相信有很多年轻人搞不清楚了，都不会记得你有喝过什么水，你就回过头来看，林子宇，而且那个水是冰灶王子给的，那你知道更难了解了。你看那个林子宇的那一个，就是说啊，虽然柯文哲说啊，年轻人嘛，我们这个政党讲话就直白嘛，但是你把那个当时的一面放大的时候，你就看到讲到你在土城的时候，柯文哲转过来那个脸色，那个脸色，那就很清楚一件事，你白目到把柯文哲拿来消遣嘛。刚刚上公讲，就是直白跟白目也许是一线之隔，你也不知道到底他会是怎么样。但是都好，选举就这样，没有偏颇，票多的赢，票少的输。OK， 这个韩国瑜的秘密，对吧？对，所以每一个人大家都尽量好。你说希望攫取目光，可是不希望得罪人，尤其不希望得罪。譬如说，好，有人讲说这一次拉水的事情。柯文哲或白银会不会得罪了警界？因为总是那个过程当中，让警界就会觉得说不是，行马力贵啊力，然后你现在搞得我们一个分局长这样，因为总有他的人脉嘛。就像小平刚那样讲，我要讲说不要去得罪医生嘛。我说某部分，某部分，极小部分，极小部分，对。你现在都帮他讲话，你们两个哪一个党？这个样子啊，几乎没有，还是有一些了，还是有一些。你看是不是？这个就是大家都要在乎这些啊，他们可以不在乎这个吗？看他选什么了。我如果是选我的当选，如果需要5%、6%的话，不一定要在乎。我如果当选，如果要50%以上，要50%的，就一定要在乎。就像对医生，40岁的时候常常写到医生的弊案。40岁以后最尊重的就是泌尿科，那个要70岁好不好？那个要50岁以后，50岁以后绝对不讲医生坏话，真的，因为我不晓得会不会遇到被我写的医生。啊，那你回来看柯文哲、民众党跟这一波哈，它有几个不同的层次哈。先讲一下那个吃青菜那个事情，吃青菜这个事情至少有2个人赚到，一个是林子宇，一个是吴亚伦，吴亚伦是那个在那个北大特区那边的，的那个候选人土树那边，土山一对，土山一这个区，在这件事情之前，大概只有台湾民众党的人知道他，跟这一盘青菜啊，把因为林子宇跟吴亚伦就坐隔壁，对，至少你大概对这2个人印象，但是青菜被拿走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只记得叫家乐福。然后他的长相那个类似，对，那么就吃素的嘛，陈燕婷，他记得。对，但是当事人没有声音，你知道是连那个青菜是共用的那个事情，都是吴亚伦出来做直播，他赚到了，他利用这个事情赚到了，那他不需要50%的选票，他只要5%、7%，就够了，好，那这是比较个人层次的。那你如果我们在往上看的时候，对柯文哲、对黄国昌，从辣椒水开始啊，辣椒水事情一开始它是一个破坏妄想症，那你要怎么圆回来？但是他所有事情会搞成这么大，第一个时间是因为民众党说就是有人要故意来恶搞，对啊，伙伴后来都不成立，就我要怎么圆回来？所以他基本上是个破坏妄想症，然后柯文哲他们会有一个对警界来讲会比较难以克服的说，
你出现在我的辖区，我不能不注意你，因为你出了事情就是我的责任。每一个分局长都这样子，所以你看板桥分局那个61个，要61个人，61个人认为他穿制服吗？不是啦，旁边很多人就是穿便服啦，就是怕柯文哲出事嘛，你出了事就是我的责任嘛，可是前面已经挂了一个分局长，你认为警戒这些人心里想什么？还有，当你柯文哲出来的时候，旁边被一群人保护着围着，你能接触到谁啊？好，那民众党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个时候就不是5%、7%的问题了。有7%可以保证当选1席议员没有问题，可是7%就只有一席议员，你也分不到2个。你没办法扩张。就是柯文哲要搞的这些仇恨、这些事情，你没办法解释，你知道吗？这跟谁有没有人破坏你没有关系。就像星光医院的事情，其实作为家属，我当然可以理解。可是柯文哲是医生，你想想看，如果柯文哲你还是台大疾检部的医生，然后有个家属心律不整，有低血氧，他找了另外一个医生来，然后这个医生要问你这个病人的现状，一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柯文哲身上，你心里怎么感想？晚上10点，你可能已经下班了，你要被叫回来吗？还是我的护士要就是这样子要被叫回来吗？因为值班的护理长他可以处理基本的状况，可是他一定没有那个主护护士状况清楚。最清楚就是柯文哲自己讲啊，主护护士啊，他是不是要为了你，他应该休息的时间是不是要过来，还是怎么样？你设身处地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那样的讲话 O 不 OK？好，那所有东西是台湾民众党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内聚力很强哦。但某一个角度来讲，他的这些团体的人，尤其是活跃的人，他们的生活里面那个自我性很强，就是我，所有人都是我。那从政做这个，尤其要选举的人，你的我如果太强的时候，有时候你就会踩地雷。所以他这一波人这样，很明显是一个踩地雷的过程。可是你说怎么办呢？反正大家都看笑话嘛。那我还是讲一句话，青菜里面就只有家乐福那个男生，他的正面好歹要让人家看到，这样子人家比较容易投你。可是如果要真的讲，因为现在选举，尤其像蓝白，或是说每个地方大家初选，大概都已经次第，然后已经大概快到尾声，然后接下来尤其在这个礼拜开始，这个礼拜包括宜兰，下个礼拜像新北，所有这些，对，所以这一波为什么柯文哲都要去塞牙期，然后带着所有的一些人，就是能见度啦，应该这样讲，能见度，让他因为他是一个网络党，对嘛？他就是要用这样一些方式啊。可是你换一个角度，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从新北4月底是蓝白之间，然后包括川博跟黄国昌之间要做民调，然后川博现在要面对到苏巧慧整个民调追上来，然后大家伯仲之间所有这些，所以过程当中，创下，那个黄国昌真的觉得川博是拿他当一个对手哈？基本上呢，他昨天是很高兴的。然后刚刚你讲到自我，对不对？自我后面有接很多字眼，自我感觉特别良好，这就是黄国昌，这叫坏人。我只有自我，我后面没有感觉哈。那为什么赵少康讲说川博觉得他一个在对付2个？赵少康觉得是赵少康觉得说川博很辛苦嘛，因为一个人对2个嘛。苏巧慧已经跑得很勤了，还有苏贞昌，我们也知道他很勤快啊。然后老县长、老院长苏贞昌又有活力很好。但我前几段时间碰到他，真的体力还很好，气如洪钟。有没有打你肚子？没有。OK。他是跟我讲另外一件事情，他对我批评某些人他觉得我讲得很好。好，那是另外一回事，跟贵党有关好，那这一回事，气如洪钟，所以整个赵少康这样讲，但是没想到黄国昌在旁边，你是觉得川博在对我吗？然后还笑出来了。不是，是苏贞昌和苏巧慧，很尴尬。其实川博有把他放在眼里吗？前段时间不是讲说他愿意当竞选幕僚，
川普都不讲话，有把他放在眼里了。你刚刚讲川普有把他摆眼里嘛？但很显然，黄国昌觉得你应该把我摆在眼里啊，自我感觉那么好啊，而且他现在拍那个骑自行车啊，什么什么所有那些，所以我是很具威胁的对象，好吗？哦，骑到自行车，我真的希望他说到做到。真的在新北市，你要骑机人车，对不对？就跟骑脚踏车，对不对？你给我骑完。因为我刚刚特别上新北市道路管理局去看。新北市的道路不含巷道，是台湾密度很高的，每平方公里是4.79公里的道路，那新北市是有2000平方公里。你不要这么苛刻，好吧？人家象征性的骑一骑，你还这样，骑这样骑只要吐白沫了嘛。所以黄国昌可以自行车，我们直接讲一个重点，人家黄国昌是要下车，这是一个上一步才是这是一个下车的过程。你觉得骑脚踏车是为了下车？当然啊。他要骑上去，当然要下来呀。当然，但是这真的是他要华丽转身，或是让大家觉得我都尽力了，人家好歹拍了这么好看的片子，他不能直接说我已经放弃了。他还有议员嘛？没有，可是我就这个下车的过程，然后新北彭于晏破风单车那个，可是我们自行车那个电影都看过数字嘛？对99803公里，你这样骑完就王少将，你这样就太过分了。那党主席要改选，对啊，真的。对，可你看黄国昌就是基本上呢，就是他们现在黄国昌、柯文哲现在，你不要讲黄国昌为什么不选礼拜六、礼拜天骑？对，要骑你也是骑一阵的，为什么他走到哪里都被人家酸你说会那是另外一回事嘛？所以人家象征性的骑一骑，骑一骑就代表你有走遍新北吗？你这个对于选票，人家这个走菜市场为什么要走菜市场？你们选举的走巷道是为什么？站路口是为什么？人多啊，人多嘛，给人家看到嘛。对啊，你骑脚踏车一下就过去了。我真的还是鼓励你健身很好，9830公里。其实黄国昌加油，对，但是刚才创下讲的一个重点是啦，因为为什么要站街口，为什么要去市场摸？因为我记得有来宾讲过，每握到一双手，那个温度其实是会有渲染的感觉啊，不管你支持或反对或什么这些。因为有时候，而且骑自行车，你知道那个帽子全副武装的时候，你骑过去，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因为有时候，而且骑自行车，你知道那个帽子全副武装的时候，你骑过去，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谁。然后这个时候有时候会这样，但问题是，好歹现在看起来就是要往下这个样子啦。娟伟来，那蓝白，你看蓝白包括宜兰，我跟你讲，连柯文哲今天在讲那个星光的时候，后面都要有他们宜兰那个参选人的名字在那儿。然后新北这个地方黄国昌。然后喜滋滋的觉得川普也拿我当是一个对手，嘉义刚谁不知道的上攻，没有没事，嘉义好歹拿下来啦，彰化现在不知道真的有传出来说是不是会做蓝白的民调，还把蔡壁如摆进去或什么这些啊？现阶段蓝没有这个考虑，蓝没有这个好，那但是蓝目前看起来人选还是有一些的问题嘛，那个状况到底怎么出来？那蓝白之间白银大有可为啊！现在可以这样看，一个赵少康访问那黄国昌那个看大家都讲得嬉皮笑脸好像看到这样子大家觉得很高兴。不过我看的是心情沉重的就是说，原来黄国昌已经不是个咖了啦这个，那我也觉得很悲哀啦。就是说，你不是个咖，还自认为是个咖，这个就很悲哀了。那赵少康先生也很坏啦。那黄兆康说黄国昌本来很高兴嘛，是讲我，你就说是就好了嘛。你干嘛叫我们战斗蓝的老大说谎？他怎么说是嘛？怎么讲？人家川普就不是对啊，他应该转一下啦。就是如果这样讲，他一定也拿你当真。不过他这句话主要的意思应该是要去针对。包括苏皎惠跟苏贞昌这样，当然他也一定拿你当是什么？对，我干嘛去帮他解释这一段？如果我是主持人，我就会说，那你更重要啊！对，是不是？对，让他先解决那一对父女。所以我以为你会讲，你也可能很重要。所以其实新北市对民众来讲，其实是最重要。党主席亲征，
对不对？黄国昌是党主席而且当时讲的信誓旦旦的，就是打新北市。而且上课很在乎的是党提名的，征召的，正式征召的，对不对？对。然后听说他那个竞选总部是临时短租约，我不知道了啊，我不知道，听说只租个几天而已。那你们这些人又害死黄国昌，他现在要找个楼梯下来，他绝对不会选的。我已经赢了好几碗牛肉面，你绝对没算的但是他要怎么去圆这个部分嘛？一开始的，那就是安尼，人就是自作孽有时候就你要自己承受嘛。你要抓个人家分鸡龟啊，这么选到底。那你现在要怎么转回来？需要李四川帮忙，需要国民党帮忙要给他面子对不对？那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赵少康要给他打一个巴掌那可见在李四川，因为李四川讲我一个人对付2个人，就一点李四川共人，所以也就是说，在李四川的心里面，他现在的压力是来自于苏巧慧还有我们苏贞昌院长，完全没有黄国昌嘛，对吧？所以也是等于李四川不小心泄露出他心里面真正想的部分嘛。那如果李四川国民党心里面没有你黄国昌，那当然这个时间点不会给他一个很好看的下台阶了。所以我听说还有什么嘉义，不彰化，让黄国昌选彰化。对他们有人讲说最强候选人他们党部主委，对，党部主委要接下来安排黄国昌选议员不你这么怎么办？所以对民众党来讲，不要忘记黄国昌是恁的东珠县，双下一半要揪卡。那你现在骑自行车，这个他的幕僚看是谁建议他抓出来打你这样很难，你是更难善后嘛？你看这个黄仲夏这种人很坏我是理工多少理？对，他这种理性科学务实的，连新北市有几公里都给你省出来，本来他都骑完了，初选也结束了，他骑完大选结束了，初选了，而且我知道主持人也是个骑脚踏车那小我这个骑真的啦那你们在骑了，对那么人的所在不受打扰又比较安静嘛。那你黄国昌你骑脚踏车不是为了骑嘛？你不是运动，你是为了选票嘛？对啊，当然啊，对不对？你应该是骑到菜市场，骑到夜市嘛，骑到那个一大堆人的地方才对。你骑到荒郊野外，所以这个骑就是那段新闻而已啦。所以请大家不要再继续关注他骑脚踏车好不好？你别给他看啦，一骑没落去啊，你唔能够底下咧讲嗨啦。不好，那新北这一仗，刚才请教上公，就是上公彰化现在到底怎么样？彰化其实国民党本来这个礼拜3要处理那因为彰化县长王惠美赴日嘛，从日本打了应该是王惠美从日本打了一个电话给郑丽文，希望暂缓。那应该是最近会碰面要谈。那彰化这个，这个彰化还有国民党内自己讲的一个民调低姓洪的民调低，一个没基层，一个有家庭内乱，一个是地方不挺，那怎么办那这样还是要选一个出来呀。那当然，国民党现在就在等王惠美跟郑丽文谈完了，但是有人依然提到的一个人就刘和然还有人在提刘和然他们碰面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谈到刘和然？还有可能谈到刘和然。那里面各有各的问题。那谢依凤的问题当然就是整个家族嘛。那我现在已经他们家族过去还有很力挺他选的，现在力挺他的也没意见了。那当然萧景田他们一堆人在推魏平正。当然我们看到了家庭因素谢依凤家族因为他有一个弟弟的因素，所以
他弟弟的表现把家族的因素全部外显，全部外显嘛，然后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啊，外显。你怎么这么内行你们准备要征召的魏平镇有没有家庭问题？也有啊，只是没有外显而已哦。只是没有外显问题哦。他们家里面有人也不是那么赞成魏平镇选哦。也有人不赞成哦。那所以，但是他们家族的问题基本上还在沟通，所以比较没有外显。比较没有外显。那这一场下去，你看到的是内乱。那你要看到反过头来看民众党嘛？对，你看第一个在那边喊的主委喊的是我们最强武器是黄国昌嘛？但彰化的民众党议员不认为啊，他认为柯文哲啊，柯文哲嘛。那蔡壁如的名字是主张跨党派的，主张要进行跨党派的谢点林先生，第一时间找了邱建富嘛，民进党的邱建富嘛，人家邱建富不要嘛。前那个彰化市长好像也当过党部主委，然后就转过头来，好啊，绿的不行，找白的，所以蔡壁如就出现了。因为蔡壁如也是分园的媳妇嘛，他先生是分园人嘛，彰化分园人嘛，那你看得出来，蔡壁如是有表达意愿，对，但是你看到他表达意愿的过程当中，民众党中央的态度是什么？好像蛮冷的。那民众党就要一直说谢依凤，对啊，谢依凤强啊，对，然后又说这是最怪的地方，就说那个蔡壁如蔡壁如有表态我们知道，没下文了，没下文了嘛，好，那我也认为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下文啊，因为党主席是黄国昌嘛，谁跟黄国昌选党主席的？蔡壁如。还记得那个时代力量跟那个什么那个蔡壁如那个图吗？那个图误传吗？在讽刺那个黄国昌的图吗？还有党纪的那时候。真的哈。好，那党中央很冷嘛？对，因为党中央绝对不会把柯文哲当成彰化县长候选人嘛。所以柯文哲是议员喊喊嘛。那黄国昌4月底要进入这个新北的初选嘛，民调嘛，好，那民调出来以后，输了，然后说，对不起，我再来去彰化做一下民调好了，因为彰化人民能接受吗？那现在唯一的就蔡壁如，但蔡壁如的问题是，第一个党中央是黄国昌嘛，第二个还记不记得那个某杂志？收在嘉义，也就是那个花椰菜那一天嘛，不是说柯文哲要那个蔡壁如软身吗？但柯文哲有否认这一段吗？好像没有听到他否认。蔡壁如接受访问的时候有否认这一段吗？也没有，他只是说我党内永远支持那个柯文哲。柯文哲有否认这一段吗？好像没有听到他否认。蔡壁如接受访问的时候有否认这一段吗？也没有，他只是说我党内永远支持那个柯文哲，他也没有否认说那一段说柯文哲叫他暖身，他也没否认哦。OK， 唯一否认的是党中央啦。唯一否认的是党中央。那你看得出来，如果柯文哲的顾虑，那是不是传出来以后，黄国昌更有顾忌？因为黄国昌的任期就在今年年底要到啊。然后如果他没有任何选举，然后柯文哲又挺蔡壁如选党主席，他又没有，那他的政治生涯可能就没了。所以你注意看他说的一段话，他说如果今年的选举，新竹市长没有保住，议员没有翻倍，我就走人。你的任期12月到。如果柯文哲支持蔡壁如，你还会在吗？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还想当他还想当不然他讲这一段话，他12月底就结束了嘛，不然就说我做到12月底就走了，那为什么就说如果没有到这个什么？因为选举出来的结果也要在11月28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嘛？
对嘛？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讲这一段话，他还是想他还有对党主席还有留恋嘛。OK， 可是现在看起来，我不知道清华，我先问一下，民众党多事之秋，李珍秀这件事情现在进入诉讼，告了包括民众党中选会，然后包括立法院，对，妙了。徐瑞熙，观众大家也不太清楚，徐瑞熙是民众党的党员，也是在不分区，他排第17吧，第17。然后就后来那时候是因为跟黄珊珊之间对于那个劳工的一些问题，他觉得好像是不是说对于财团啦什么，反正有一些理由，他就说要退党，所以后来那个递补上来就没有他。对，结果他打官司打赢了。对，不是你不觉得这很怪吗？你跟这个政党去打官司，打赢了以后，难怪柯文哲会说，不是。你不能因为现在有立委可以做，就跑回来要继续跟这个党之间，要不然的话，你知道那个是多尴尬的。我是要去当你的不分区，对，不分区一般是执行党里面的，包括党的形象或党的意志跟党的一些政策，但是我前面先跟你打官司。对不过这尴尬是对柯文哲尴尬，因为当初徐瑞熙这个炮火的对象不是对柯文哲，他当初炮火对象是对黄珊珊。所以这个我们把事件稍微还原一下，那个时候啊，柯文哲为什么说这个在党这个是最困难的时候，是因为柯文哲当时呢就爆发政治献金案。那爆发政治献金案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柯文哲跟黄珊珊是不是还出来开记者会啦，然后对社会大众道歉啊，然后后来说账目要这个很快要理清楚给大家看，结果到现在还是没有看到完整的账目啊，这是当时的背景。然后当时的背景的情况之下，后来看到是这个徐瑞熙说他要退党，原因是因为他认为黄珊珊这个在立法院里面呢替这个外劳中介的公司呢讲话，然后那个徐瑞熙自己过去的背景除了是公司的董事之外，他其实这个等于协助这个外劳的权益，那是他的等于说他的一个背景，所以他认为在这件事情上面呢，黄珊珊跟他之间是有矛盾的，所以他当时为了这件事情呢，好，我要特别强调这一句哦。发脸书宣布退党，发脸书宣布退党，然后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发脸书宣布退党呢，所以这个柯文哲认为这件事情呢，对民众党跟对他来讲是有伤害的，但是他炮火对的对象是对的黄珊珊，好，这是第一点要讲的。那第二个呢，是徐瑞熙现在看起来呢是等于透过法院呢打这个官司啊，打官司呢，他是确认一方面是他的党籍没有退党的状况，然后再来就是他不分区是第17名，好，这是确认的。那这件事为什么很有趣，是在于说民众党到现在为止还认为说这个徐瑞熙当时因为你脸书宣布要退党了嘛，那所以我们就处理你的党籍，就撤销你的党籍啦。可是现在的法院等于是认为说，这个宣布退党这件事情，他脸书宣布退党，不等于他实际完成退党，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因为在政党法的规范里面，其实是要求就是说，你这个政党这个对于党员加入跟这个退出呢，你都必须要有规范嘛。那在按照我们讲是民众党的党章自己的规范退党这件事情以书面为之。再强调一次民众党党章自己的规范以书面为之，换言之，这个书面指的是脸书吗？当然不是啊，这个书面当然指的不是脸书嘛，它当然指的是这个实际的书面的表格啊，表示说我要完成退党的过程嘛。就比如说是不管是民进党或是国民党退党的过程，也是比如说你要去填退党申请书嘛。那换言之，发脸书表示我退党，等于他实际完成退党吗？没有嘛。所以在这上面呢，这个书面为之显然不是以脸书为之，所以这是民众党现在跟徐瑞熙之间认知上的落差所以书面跟脸书是不一样的，因为之前时代力量也发生过这个郑秀玲教授当时也曾经发过脸书说他要退党，但是后来呢，时代力量跟他确认之后呢，因为他没有用书面为之，他是发脸书，所以后来等于说确认之后，他也没有完成退党。后来这个郑秀玲教授呢，还是补到时代力量的这个部分区立委里面去。所以换言之，之前的前例已经告诉你说，发脸书退党不等于他实际退党。所以等于说，这个对徐瑞熙来讲，这个他现在呢保住了这个党籍，等同于他现在也保住了他第17名的不分区立委的身份啦。所以换言之，大家等于说这个事件出来，第一个想到是谁？陈志涵。对，就陈志涵。因为许忠信补上以后，如果下一个有机会补的，就是陈志涵，就是陈志涵尤其是女生。对，那等于说第17名跟第19名的前面这17名，如果没有的话，那当然就是轮到这个陈志涵。但是如果现在有徐瑞熙的话，下一个要补的，因为现在看的是谁？现在看是刘书斌啊，因为刘书斌是明年3月他任期就到了啦。对，也就是刘书斌明年3月任期到之后，下面一定要递补一个上来，所以那一个要递补上来的那个徐瑞熙这个角色，如果没有的话，当然就是陈志涵了嘛。但是他现在卡进来了，所以明年3月看起来很高的几率，民众党这一席的不分区呢，就是徐瑞熙的嘛。那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再开除一次啊。你要有理由啊。对，不是，随便找个理由就好啊。没有这个开除有那么难吗？这个还真的蛮难的。好，来第一个，你看那个他在处理李珍秀的时候就李珍秀有一句话
破坏党内和谐。这样子开除吗？他的退党声明骂黄珊珊破坏党内和谐。中评会开一个会就结束啦。好，我先把它讲完。这个你看哦，第一个开除李珍秀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对民众来讲是耗费千辛万苦，要透过泛化的程序，然后连高虹安的事情，高虹安事情是2022年事件连李珍秀在高虹安事件里面是吹哨者的角色都要把它翻出来哦。所以你看这个泛化翻旧账的过程，对李珍秀要开除党籍有多困难。然后另外一个是开除李珍秀的4点理由里面，有2点讲都是同一件事啦。那2点讲的就是说，你李珍秀在跟我们的开会过程里面讲到说要多少钱你才愿意退党，这件事情就构成他退党的这个主要的理由。有4点里面有2点都在讲这件事。换言之，这就等于说我要开除这个员工，可是我是约你来见面讨论要开除你这件事情，当下认为说你跟我要资遣费不合理，所以我要开除你。就等于是拿这个东西当做一个他开除的理由呢。所以换言之，开除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民众来讲要找到正当理由显然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柯文哲对这件事情显然之前他应该没有心理准备了。所以呢，等于看到徐瑞希这件事出来之后，柯文哲第一个反应是直接拿出来说，在党最困难的时候，然后你竟然在那时候宣布退党。但问题是，他当时炮打的也不是柯文哲。所以呢，你要找到一个要开除徐瑞希的正当的理由，我觉得对民众党来讲，这个也是一个大工程啊。所以呢，这个你看，像李珍秀这个事件仍然让他烧了大概1-2个月左右。那接下去李珍秀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那你怎么知道徐瑞希事件对民众来讲，明年3月之前要花多大的功夫才能够去处理掉徐瑞希能不能接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事情 ？OK， 那小平，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第一个，蓝白合看起来最近这一大波像这样一些，对国民党来讲的话，今年年底选战目前看起来，蒋万安一定是要当领头羊的感觉。对，然后就在不只是台北市这一仗，甚或在其他的这一仗，因为其他地区。其实，尤其有很多的一些县市，对国民党来讲，不像想象中这么样的一定具有就是压倒性的一些的优势。OK， 那这个时候大家也会讲到，包括国民党能够在这个选战里面有注意的，譬如说以前选战，党主席也一定要扮演一些的角色。对，只是在这一次，郑丽文在这一次的选战过程要扮演什么样一些的角色？譬如说，以前选战，党主席也一定要扮演一些的角色。对，只是在这一次，郑丽文在这次的选战过程要扮演什么样一些的角色？像这次赖清德总统就出访受阻的这件事情，郑丽文的一些所有的相关的发言，当然他今天又讲，就是讲说要回，因为他已经这就会回来了嘛。对，然后那时候有讲说要跟赖清德总统，他那时候讲说要等赖清德总统出访回来以后，大家还是可以碰面。他就是要跟赖清德总统碰面以后要行做什么样一些氛围？我也讲一下柯文哲跟郑丽文的想法不一样。那对象都是赖清德，其实很重要的比较。OK， 请问你，他剩7-8%的民众党，为什么要死抓着赖清德扑上去赖给清德？为什么？因为如果他再不这样子，比国民党这个10倍以上去打赖清德，打绿恨绿，他的8%就回到国民党了。这叫市场区隔，就如同以前他就土崩瓦解了。是因为你没有这样搞赖清德，对不对？对于50%来讲当然是错的，可对于7-8%来讲，说明是不要啊。你没有那么反的话，没有逢赖必反，那就投给我国民党就好了。两个还不都一样的两个党蓝白的阵营嘛，这第一句话。第二，好，再回到重点，郑丽文为什么要见赖清德？因为他想把党做大，他也有一心有鸿鹄之志。好不好？4%呢？4%呢？跟黄国昌一般高呢？万丈高楼平地起，好不好？对，好来，真蛮平地的。不，他现在要盖几年？地基很重要，好不好？防地震哈，瑞士地震。所以先挖国民党的根啊！你们那么恨我们主席，你们2个别名2。没有，我只问一下，挖地基啊！你要挖，要先挖，要先挖。现在在挖地基嘛，我现在讲他怎么挖地基嘛，好不好？是，好，来。郑丽文从前面的态度跟傅昆萁，我们军购来看美中台，同不同意？完全同意嘛好，那个时候是连副委都不副委哦。我记得我还在你的节目讲说，绿白合副委这一项，柯文哲要搞我们有没有？我很早看到了，我们也我们的高层也听到，所以你很早也去搞柯文哲了，更早。我要预防，我要预防他搞我们哈。我们要主导嘛，对就你管我过几亿，妈不给你副委，给你副委，3500、3800、8000，
哎，我们党50几个人，当然我们主导。好，不管，反正我就先示警了，他们也听了，还蛮好的吧？结果好，接下来郑丽文讲什么？郑丽文有没有前几天跟古立言见面？那郑丽文有没有说去那个华盛顿 DC 访问高层啊等等，或者是参议员，好不好 ？OK， 还有厉害的官员。郑丽文啊，他是不是比较统？当然是。可是你我是郑丽文啊。第一个初衷还是希望党强大。第二个，我当了主席，我也想选总统，这有什么不对？吴敦义当主席的时候，朱立伦当主席的时候，有没有很多人说，哎，有没有都当主席就是要选总统嘛？不要当主席干嘛？但选得上有没有初选过是另外一回事。那他要怎么选总统？哎，我不能只有读那个统的票，我要往中间走。那往中间走，建股立言，从连复委都不复委到8000亿给你通过，那其他的这个2、3千亿给你弄到公务预算以后再编，整个军售嘛，强化的。哎，那跟以前郑丽文是不一样的。以前怎么会那么一定很右边，怎么往中间走？就是我认为他也是想选总统，也希望这个党2026能够赢。请问你，我们8000亿通过，我们2026比较好选县市长，尤其关键几个地方，还是连复委都不复委给你，然后结果根本就没这件事，比较好选。军购是这一段，你讲了半天，你说他要把国民党做大，但是他希望把国民党做大，你的结论是把他自己做大。他大国民党就大嘛，他往中间做国民党就大嘛。请问你，他是红统的主席，好，我讲一句话嘛，你大家同意我这个8000亿，这个叫美中台这个军售，就等于美中台的缩影嘛。那请问你，我很重要的一句，如果现在在选的时候，我们还在阻挡别人复委，怎么退的，然后国民党那是什么状况啊？还能选吗？小平，你刚刚讲的是军购这一块，那我讲军购。那如果要是讲说像赖清德总统这次出访受阻，刚才俊宪委员有针对柯文哲讲说什么？哎，你怎么可能？他还很高兴，这个有做出回应。那郑丽文主席有讲说，那个赖清德你也要自己检讨一下，人家都是一中政策啦，或者什么这些。当赖总统有讲到说，对这个当然会对老公来讲不需要搞成这样。然后郑丽文主席也有讲说，干嘛这样破口大骂，这样没有风度啊，类似这些。你觉得郑丽文主席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发言是需要用这样的模式？郑丽文的主席，当然他的发言跟赵少康骂老公一下，那是不太一样的，这是第一个件事。那赵少康跟郑丽文比，我们战斗蓝比郑丽文当然比较中间一点嘛，在所有的政治光谱上，这第二个，郑丽文已经在改变中嘛，然后你一下叫他就不骂赖清德，那也不是郑丽文好不好？我讲真的嘛，那他也讲了。他说他政协会完，他是不是想不想叫郑赖会？对不对？那他也讲了，他也缓颊，他讲一半嘛。哎，这个赖清德总统还在气头上，因为到那个唯一的非洲国家不让你过境来干嘛？老共施压，所以他也在改变中。因为政治人物谈建成，改变可以从要慢慢的改变，跟画那个美术一样，要建成。所以我们是因为他当了主席，他希望2026赢，他也有鸿鹄之志，我们就看郑丽文怎么变嘛。来，俊彦委员等一下一次回应，东豪先要补什么？先讲一下，小平，你几个月以后你一定会修正对郑丽文的讲法。郑丽文没有变，8000亿那是选票压力，年底就要投票了啦。我跟怕被扣2026，我有讲怕被扣分了。郑丽文没有变的。先讲啊，古立言为什么是这时候去找郑丽文？他讲了，他对因为 AIT 有把文章那个有把它贴出来，24小时前，特别就是怕外面大家乱猜，所以 AIT 特别把那个贴文贴出来。他怎么写？他说，古立言处长跟郑丽文表示，两岸分歧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且应免于胁迫，并应透过两岸人民皆能接受的方式。这一段话，你知道以前都出现在哪里？都出现在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时候。也就是说，古立言是把过去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在讲到两岸问题的时候的话搬过来，对今天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叫郑丽文讲，这代表什么意思？郑丽文为什么要找赖清德？赖清德见了以后，郑丽文就确立一个叫什么习近平传话人、习近平代言人的角色了。郑丽文没有变。就是这样子。来，俊彦委小平远，你也是赵少康战斗蓝的成员。赵少康知道吗？
知道什么？知道什么？张二刚知道你是战斗来的吗？当然我是战斗来的，是个小小要角之一，好不好？要角。不是我一直我罢免案不是找我负责吗？那是万华罢免是罢免的吴沛憶的时候。第一个刚小平讲的有一点，他说民众党为什么要这么一直打柯文哲？就是他如果没有的话，民众党的那剩下的被我们吃掉了。对，这个就是很证明嘛啊，就蓝白选票是重叠。是。那这重叠的，你要说并存，这时间不会太久。大一定会吃小嘛。如果我可以把你吞掉嘛，那所以现在民众党当然出了大事。柯文哲被判重刑，那对国民党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所以国民党当然就有那种发灾难财的机会嘛，所以国民党就他已经在民众党的网站已经在鼓吹说，票投国民党，帮柯文哲报仇。那在这一次的所谓县市长的蓝白合，其实有几个地方啊，嘉义为什么合得起来？因为嘉义市现任的国民党市长没有反对。嘉义为什么合得起来？因为嘉义市现任的国民党市长没有反对。那彰化不一样。你要了解啦，虽然这个现任的县市长快下台，但是他还是掌握行政权，他有很大一个话语权的决定。所以你如果说彰化要让给民众党，你问过王惠美没有？对不对？我刚听上空的意思，王惠美县长就反对嘛。没有，他只是暂缓那个征召，你不要讲成这个样子哈。等他回来再说。啊，你不要误会哈，不要误会哈。那刚才提到郑丽文主席嘛，他已经见过了习近平，接下来要访问美国。我说那可能接下来就再安排访问日本，或者多一个新加坡。对，然后他就会想选总统嘛，那民进党就惨了。对，所以那一定要了解啊，那郑丽文见的习近平有没有让他在国民党的地位提升？就是说他已经是现任党主席了，都见了习近平，他人生最大的愿望。那么郑丽文党主席的位置有没有定于一尊？有稳固啦，看起来没有，有稳固的效果。看起来没有。你不要这样子，人家求真民调有做。第二个，郑丽文，我认为靠他自己还不够了。要靠谁？他要结盟，他结盟最好的对象，当然就是黄国昌。因为这两个都是在野党的党主席，两个人的处境都差不多了，都是现任党主席，但都不是一个完全的党主席。郑丽文，你看党团是他控制还是傅昆萁，对不对？那还有一个韩国瑜，还有一个卢秀燕。那黄国昌自从柯文哲这种乖嘛，假释出来以后，黄国昌就笑不出来嘛，对不对？有柯文哲压着，所以他们两个结盟是绝对合理的。所以未来他们一定会更进一步的结盟的动作嘛，所以郑丽文如果要真的像一个党主席，我觉得国防预算考验不是对民进党，也是对他的野心的一个考验。你说当一个国民党党主席把国防预算挡下来，这哪里算是有什么特色？本来你蓝白合多数挡什么都没挡得下来，那我查这个国防预算。如何让他通过才是个重大考验啊！然后你敢吗？你要通过什么样的国防预算？第一个现在都是立委在讲嘛，国民党团在讲嘛。照理讲，这个应该是有党主席的意思要在里面。有没有一个郑丽文的版本？看起来没有嘛。那你见了习近平以后，你敢做出让中共不高兴的事情？这个就是你填共的人啊，就没有回头路了。你心里永远自己设一个警备总部在审查你自己的言行，那会不会让老共不爽？所以有这个地方我是认为，接下来的国防预算，如果郑丽文没有办法突破，他没有办法把国民党整合成，原来郑丽文才是党主席，因为让通过什么样的国防预算，这个才是困难的地方啊！你把它挡下来很容易啦，亚洲民进党就输给你嘛。所以我是觉得，郑丽文要去美国访问以前，
这个国防预算是什么样一个样子？对，这里是个才是最严厉的一个考验。但是庄小，对于赖清德总统来讲，这一次出访受阻，那包括国外的评论，包括我们自己大家看，飞航情报局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没有用过，这算是一个新武器了吗？未来如果他真的老共一天到晚要用这个，那对我们来讲处境就变得更艰难。这个老共这样用的话，其实你要知道有飞航情报区，有飞航的那个管制区，然后再过来是主权领空。所以你看到美国国务院还有国际民航组织会讲得很清楚，你飞航管制区，当中国划了一个东海的航空识别区的时候，都引起全世界，包含美国还要飞2架 B-52来给你示威一下。你何况这个飞航管制区，所以国务院讲的非常白话，这个东西你只是不在你主权领空之上，是要维持整个飞航的航空安全，然后并不是作为特殊的政治用意。如果说现在中国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处理这件事情的话，你会显示一个状况，就是台海这边大家一直很在乎的就是自由航行权。台海你中国宣布是内海，然后结果自由航行权大家都要把航空那个军舰走过来，这一次雷还要特别走14小时，故意给你耀武扬威一下。这个东西就是这是一个航空国际上的自由航行权。那现在你把这个当成武器，首次当成一个武器。台海这边大家一直很在乎的就是自由航行权。台海你中国宣布是内海，然后结果自由航行权大家都要把航空那个军舰走过来，这一次雷还要特别走14小时，故意给你耀武扬威一下。这个东西就是这是一个航空国际上的自由航行权。那现在你把这个当成武器，首次当成一个武器，那当然对台湾来讲，将来尤其是非洲那边是比较困难，因为非洲的话连过去美国都不经营。所以54国里面只有美国人，连非洲司令部都不在非洲，对不对？都是中国的，所以你那当然是有困难。然后刚好碰到现在中东，可是如果你中国真的把这当成武器，全世界都会认为说，以后这个是对于所谓主权管辖，无限上纲。那无限上纲之后，全世界是不可能同意，然后不可能同意之后，所以为什么国务院会出来？因为国务院去年川普在12月10几号才签署了一个台湾保证落实法案，对于台湾合理参与或者是国际组织的责任，美国国务院要负责。今年1月的时候的拨款法案里面讲，美国国务院每年对外援助要去考量一下有没有对于台湾合理的国际参与、国际上的权益，这些国家有没有尽力，有没有不当的行为。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其实现在应该是跟美国好好沟通。你有这个法案，这是人家打脸你。然后另外一个，如果中国真要这样做，我说一直建议高市早苗反正不怕川普，不怕习近平嘛。那你日本也来搞一套，以后中国的飞机，你只要飞过，你要去美国或加拿大，你一定会飞过日本的飞航管制区。然后如果这样子，如果把它变成武器的话，大家都拿来当武器，那中国高官就很难过啦。他们很多高官要飞到美国去看看亲密的同事嘛，对不对？看看小子女嘛，看看他们的财产。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不是只是看，而是你把这个当成武器的时候，如果国际上没有去处理，以后全世界国际上自由航行的这个权益就会大乱。OK， 最后1分钟，我想请问一下上公，如果这样的话，这次老共这样围堵。郑丽文这次政协会的和平之旅，其实本来是希望能够透过不管老共后来有没有10大礼包啦，或这些，能够让台湾民众觉得说啊，两岸之间还是可以春暖花开了，或什么，嘣的一个出现了这样一个围堵，那前面那个想要形塑的所有的氛围，或是让民众的感受，那不就全部都归零了？啊，当然，你现阶段说和平等等的问题，但是你看，国台办说中华民国没有总统，然后接下来的是外交部的说法，有人用中华民国总统，没有中华民国总统，却有人用这个名义招摇撞骗。那你里面亲中的问题就会变成一个郑丽文的问题，你加上什么去那一边到底是有利没利？你包括会台10项已经公布完了以后，民调并不是这么显示。当然，他们坚持求真民调啊，那我们坚持其他民调啊，那大家的看法不一样。那你说
中国这一件事情下来，对整个台湾里面认定是所谓的和平是否存在？因为军事威胁依然在，总统的出访打压依然在，然后现阶段我们去国际社会参与的依然被打压。郑丽文不是说吗？说啊，你看我们的国际空间怎么样？郑丽文都说，这个习近平说啊，都可以谈，都可以谈。那他的做法是都可以谈嘛？所以你整个反射出来的过程当中，还包括最要命的，你们连协商军购第一条主旨，那个因应中共威胁，那个军事威胁扩张，行政院的版本跟民众党的版本都一样，你们一定要把它拿掉。换言之，你们一连串的作为，包括对赖总统出访受挫的整个反应，你们是坐实了，你们就是坚定的亲中路线嘛？在未来来讲的话，这些事情呢，到了包括2026胜负会不会影响到2028，民众会是什么一些反应？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